2015年8月，一位神秘契丹皇后的古墓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小王立沟被发现。与众不同的是，这个辽代大女主墓中出土的陪葬品，无论是金银器、瓷器，还是当时极为珍贵的玻璃器皿，处处透着这位皇后与众不同的审美品味。你能想象吗？这些玻璃瓶子装着1000多年前的古代皇室贵妇们用的香水，凑近瓶身似乎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蔷薇香。而这座契丹皇后大墓，比起人们熟知的那位契丹陈国公主的陪葬品，规格更加高奢。这位契丹皇后究竟是哪个女人呢？为何她与陈国公主一样，都要嫁给自己的亲舅舅呢？她的生前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本期视频跟随眼见古今，将带您一起走进内蒙锡林郭勒盟多伦县，探寻这座大女主墓的千年经验。时间回到2015年6月2日，多伦县警方突然接到牧民报案，村民在小王立沟放墓时发现一个盗洞。文物管理部门和公安双线并进，赶往现场查看。他们清楚，多伦这一带从地理区位来看，属于辽代墓葬的高频发现地带。当天小王立沟蓝天白云，草绿水清，风光如画。一棵树下，工作人员却看到了一个盗洞，盗洞深约6-7米。进入查看后，发现已达墓室，盗墓贼应该偷走不少文物。公安局立即立案追查，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当地相关部门组成的考古队也迅速入驻现场，展开抢救性发掘。此时，阅墓无数的考古专家从初期勘测和发掘就直觉判断，此处应该是一个规格较高的辽墓。不过，发掘工作却经历着考古专家从未遇到过的挑战。墓道的发掘进展因为沙土的塌方变得十分缓慢，多种办法用上，无法根本解决。这个过程中，考古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塌方。大家发现，这里的泥土是沙土，十分松软，而且粘性特别小。一场大雨之后，预示着内蒙古草原雨季即将到来，泥沙会它流得更加厉害。最终，考古队决定大动干戈，用木板和钢结构支撑起墓道两侧的砖墙，因为如果情况得不到控制，对工作人员还有墓葬本身都会带来安全风险。加固完成后，发掘继续。墓葬的规模果然十分恢宏，甚至远超预期。长度超过30米，最宽处达11米，深度也达到了11米。如此宏大的墓葬，说明墓葬主人的身份非同小可。不过，如此偏远的地方，为何会出现如此大体量的墓葬呢？同当地牧民的接触中，考古队获得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王立沟的名字其实是从王来变化而来。王来，王来，是不是就是指王侯来？起初专家们误以为这个墓葬极可能是一个王侯级的大墓，现在一切都只能是猜测。随着墓道挖掘推进，考古队员们开始接近墓门。这时，他们却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接近墓门的10余米处，墓道的营建方式发生了变化，墓道两侧的用砖块做了垒砌和加固，这也再一次验证了墓葬可能是个大墓的推断。就在考古队员们对墓葬主人是男是女，可能是啥阶层的大贵族做猜测的时候，公安局已经追回部分文物，把照片发到考古专家手中。这一看不打紧，顿时将考古专家的心情燃起来了。照片中的一件高尺冠尤其引人注目。高尺冠是辽代贵族女性的重要头饰，此前陈国公主墓葬中曾有出土过一件，而眼前这件看上去和陈国公主墓中的那件很像，这可是价值极高的文物。秉持着眼见为实的原则，考古专家赶紧赶到公安局查看收缴的文物。众人小心翼翼地取出花冠，眼前的高尺冠光彩夺目，仔细观察，它是一件银鎏金镂空凤纹高尺冠。不过它的工艺比陈国公主墓中那件更精美繁复，先后经历了垂叠、镂空、錾刻、鎏金、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就说这锤碟这种工艺，它首先要把银片捶打成薄片，然后根据棺的不同部位形状裁剪成型。这种工艺需要极高的手工技巧，才能确保银片的薄度还有形状的准确性。而在银片上进行镂空雕刻，可以形成精美的花纹和图案。使用簪子在银片上簪刻出细腻的花纹，能够以进一步丰富图案的层次感。而这些对手工的要求也是不言而喻的。鎏金又称为金涂或涂金，是在银、铜等金属表面镀上一层薄薄的金。鎏金后的银器呈现出黄白相间的视觉效果，更加富丽堂皇。这也是为什么时隔千年，高尺棺出土后依然会给人那种富丽逼人、亮瞎双眼的感觉。此时眼尖的专家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点，眼前的高尺棺和陈国公主墓葬中那件又一个区别，那就是这件帽子上的翅是一对双翅，而陈国公主的是单翅膀。这意味着墓葬主人的身份和地位甚至可能比陈国公主还高。陈国公主是个啥身份呢？她可是辽景宗的孙女，辽圣宗弟弟的女儿。那么根据现在追回的这些文物，不难得知墓葬的主人应该是一位女性，而且极可能是一位身份地位都高于陈国公主的女性。而另一边，古墓的挖掘工作还在继续，此时的墓门已现出冰山一角。虽然隔着封土只看到一点图案，考古队员心中却感到惊喜。就这一眼就知道墓门的规格不低。现在所有人都已经知道，墓葬主人极可能是一位高阶贵族身份的大女主，但她会是谁？墓葬中又将有什么发现？令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期待。当墓门完全出现在众人的眼前时，是一道2米多高的墓门，简约大气，风格为唐代风格。上有仿木结构，用砖砌出5个斗拱，斗拱以墨勾勒轮廓，填上了朱、黄等彩色。斗拱间隔处又勾勒出3朵阔叶团花。斗拱上方有绿色琉璃瓦当，当头呈黄色，并装饰了诗文图案。总之，这墓门是位有头有脸的女人墓门该有的样子，整个透着庄重和贵气。那么打开这扇通向1000年前时空的大门，人们会看到什么？神秘的墓葬女主会否真的比会那位著名的陈国公主身份更为尊贵？考古队员们并没有立即打开大门直接进入墓室，而是由一个专人先行进入查看。因为从一些契丹墓葬的发掘来看，不排除墓葬入门处或有什么机关设置的可能。而与其他常态的考古发掘不同的是，这一次和打先锋进入的考古队员同行的还有2名警察，他们希望能够在墓室中发现盗墓贼留下的犯罪证据。2位警察倒是没有扑空，进入墓室后，他们就发现盗墓贼扔下的矿泉水瓶和纸箱，整个现场一片狼藉，堆满了很多腐朽的木片。2位警察取走证据后就先行离开了，而确认没安全隐患后，考古队才开始对墓室进行发掘清理。穹窿顶墓室显示出典型的草原辽代贵族墓特征。由于墓室门打开后，室内的温度、湿度各种条件会发生变化，导致墓葬中的文物或残留文物信息可能受损变质。考古队员们分成3班，昼夜不停地清理，工作开展的忙而细。像这样的反复筛土是每天必须做的必修课。墓葬泥土中筛出了丝织品残留，还有许多小件。这只小铃铛是黄金做的，被眼尖的工作人员发现，但是仔细观察又会发现它并不是小铃铛，那它会是什么呢？问题只能暂时留在工作人员的心中。这只锁也封装好收藏起来。还有这些瓷器的碎片，墓室中的木板横七竖八。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很多文物在它下面躲过被盗一劫。考古工作人员即在狭小的空间里不停地清理发掘。眼前这件鹦鹉纹银扣青瓷直壶，清幽的壶身上是有鹦鹉纹，配有银扣，还带有鎏金的底座。
壶嘴处的盖子不仅卫生讲究，还增加了整个器物的奢美感。尤其令人惊叹的是，时隔千年，壶嘴盖依然活动自如，整个壶体的瓷质莹润细腻。这些白色的瓷盘是有鎏金饰边，典雅大气，令人不禁想到契丹女贵族餐桌上的丰饶与美丽。这些金饰不仅出现在很多瓷器的器口，甚至连圈足部分都有鎏金银的装饰，显示出不同寻常的富丽华美，一种绝对的宫廷范儿。这是清理出的2只铜镜，六角菱花镜，圆钮，周围环绕几只凤鸟，造型生动，应该是墓主人生前使用的镜子。而另一只圆镜装饰着多只鸿雁，它的功能可能让一般人想象不到，是墓葬顶部使用的悬镜。2只铜镜堪称辽代铜镜中的精品之作。最让人惊叹的是，墓葬中和陈国公主的墓葬一样，发现了玻璃制品。虽然发现的时候已经碎掉，但经过专业的文物修复，让人能够感到它们令人惊艳的风采。和今天我们现代社会不同，在当时1000多年前的辽代，玻璃制品在契丹贵族眼中可是比黄金更贵、更珍惜的顶级奢侈品。它们通常来自波斯或西亚等地区，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进入辽国的腹地。这件褐色带把玻璃瓶半透明状，玻璃材质晶莹剔透，修复后让人能够感受到它有较高的透明度和光泽感，整体造型轻盈优雅，线条流畅。而这件淡蓝色带把长流玻璃瓶，通体淡蓝，玻璃材质看起来晶莹剔透。那它们都是做什么用的呢？专家分析，从精致的造型和小巧的尺寸来看，应该是香水瓶，很可能是用来装蔷薇花水的。这种玻璃瓶在波斯等地大多数都是用来盛放香水，而辽代玻璃器皿的用途也应该多与香料相关。从造型和工艺来看，它符合当时贵族对奢侈品的追求，且与当时辽代与西亚、中亚地区有频繁的商贸往来的状况相吻合。单从设计和造型而言，这些香水瓶搁现在也绝对能秒杀顶流大牌的香水瓶设计。异域风情的玻璃香水瓶不仅彰显着墓葬主人身份的高贵，也反映出当时辽国与外界的密切联系和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此时所有人都更想知道，这座处处透露着契丹贵族女人味的墓葬究竟会是谁呢？现在考古工作人员还没找到墓志，不过大家都憋着劲，迫切的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墓志，解开墓主身份之谜。直到8月12日这天，考古队员们终于有了重大发现，墓志铭被找到了。所有人围着墓志兴奋不已，仔细清理掉墓志上的泥土后，大家争相抢看墓志盖上的文字。出现在考古专家眼前的墓志盖由汉白玉材质制作，略呈方形，采用鹿顶设计。墓志盖的4角装饰有浅浮雕牡丹团花图案，4边则线雕，是12生肖人物像，人物面部丰腴，颇有一种唐朝风采。在墓志盖的中部篆刻着9篆书大字“顾贵妃萧氏玄堂志铭”。这9个字明明白白地说明墓葬主人姓萧，是一位贵妃。萧姓可是契丹后族的大姓，最有名的就是人们熟知的那位萧太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这位萧贵妃会不会和萧太后有什么关系？萧太后乃是辽国北府宰相萧思温的次女，辽景宗耶律贤的皇后，辽圣宗耶律隆绪的生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辽景宗驾崩后，年仅29岁的萧太后成为皇太后，并以太后的身份开始长达27年的摄政。那时她的儿子耶律隆绪年仅12岁。大辽在这个传奇女人和她的儿子统治下得以发展强盛。其实只要打墓志盖，看到墓志上的文字，这位萧贵妃是谁，是否与萧太后有关系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不过出于对墓志文字提取的保护，工作人员并没有现场打开墓志一窥究竟，而是做好各种防护，将它移交给文字研究专家。他们则心中带着谜团，继续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因为墓室中还有一口柏木棺椁，静静地等待着他们去清理发掘。
虽然已经明确知道墓葬主人的身份是萧贵妃，但她的夫君是哪位皇帝，目前尚无答案。而史书上对于辽代贵妃的记录大多模糊不清，所以一时半会儿很难去猜。而此时，一个疑问也涌向考古专家心中，那就是如果墓葬主人的身份是贵妃，为何会安葬在这样偏远的地方？而且通常贵妃应该与皇帝同葬。来不及整理种种猜测了，因为眼前的百慕棺椁正等待着被开启。棺椁位于墓室北部，安放在砖砌石床上。清理外面有墓障时，工作人员发现先前发现的那些不知作何用途的小铃铛，现在有了答案，它竟然是墓障流苏的装饰品。因为工作人员又清理出10几只。棺椁是柏木制成，材质厚重，颜色黑褐，是一具修漆木棺，腐化的比较严重。陈国公主墓中是没有棺木的，只有棺床。棺木的出现不仅让这位萧贵妃的墓葬显得不同，似乎也在彰显着丧仪方面的高规格，这也加大了大家对棺木清理的期待。因为有陈国公主墓珠玉在前，当时墓葬的发掘让人们看到震惊世人的黄金面具和金丝网衣。这位谜一样的萧贵妃的棺木中是否也会有同样惊人的发现？因为金属面具和金属网衣在早期辽代贵族的墓葬中几乎成了标配，还有等级区分。至于棺木中的珠宝财富等，虽然无法去具象想象，但从墓室中已经清理出和追回的随葬品来看，有更强的随葬品升级版的出现也不是没有可能。清理掉棺木中积累的所有泥土后，考古工作人员却顿时感到失望，竟然没有发现骸骨的半点踪迹，而且也没有期待中的陈国公主同款的黄金面具和金丝网衣，没有珠宝和更珍贵的随葬品。为什么会这样呢？此时的工作人员们可谓是12分的不甘心，反反复复又清理确认了很多遍后，发现还是这个结果。不过当工作人员在棺椁的外围寻找时，还真找到一小堆骸骨，不过检测表明它不是人骨，而是一只小狗的骸骨。专家推测它应该是萧贵妃生前的宠物狗，是陪葬的。那墓葬主人的骸骨究竟到哪里去了呢？考古专家凝视着墓室，突然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有点异样。这个大墓虽然恢宏，却是只有一个单一墓室。以前发掘过的辽代贵族墓中，通常除主墓室外还有耳室等多个墓室结构，耳室中会放很多随葬品。而他们现在挖掘的这个墓葬没有耳室。考古工作队重新走出地面，勘测寻找，在离墓室左右20米的位置发现了2个墓坑。照理说，耳室本来应该和墓室是在一个建筑结构中，那么这2个墓坑或者副葬坑会不会有骸骨或其他重要文物呢？经过发掘后，众人发现这2个副葬坑同样空空如也，没有骸骨，也没有价值的文物。此时不死心的考古专家们决定继续扩大勘测范围。幸运的是，很快他们真的发现了一个新的大墓，它的位置在距离萧贵妃墓 1.5 公里的地方。这个新的墓葬被编号为 M1， 它的规模形制看上去同样十分宏大，甚至超过这个充满谜团的萧贵妃墓。另一边，萧贵妃墓志的清理结果出来了。墓志石上阴刻正书，首行篆有大契丹故妃兰陵萧氏玄堂之名并序，有42行楷书，足足有1302个字。墓志详细记载了萧贵妃的生平及家族信息。墓志上面说道，萧贵妃来自显赫的萧阿古之家族，她的父亲是与宋作战的辽代名将萧排压，母亲是辽圣宗的妹妹，魏国公主耶律长寿女。统和4年，也就是公元986年，17岁的萧贵妃嫁给了15岁的辽圣宗，育有1男2女。她的女儿燕歌被封为隋国公主、秦国公主。公元991年，萧贵妃成为贵妃，2年后，萧贵妃因病去世，年仅24岁。看完上述墓志铭，不知道眼尖的观众有没有发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就是萧贵妃竟然嫁给了自己的舅舅。
由此也可以看出，契丹人与汉族在通婚等方面有着与中原汉族完全不同的婚嫁风俗。当时的契丹皇室贵族为了巩固家族统治和防止权力外流，经常会采取家族联姻的方式。但是像这种外甥女嫁给自己亲舅舅的近亲行为，还是令人感到唏嘘。此外，穆志中对这位萧贵妃的评价极高，称她是免度迷处，奉清晨于属车，累从行幸，问辞应于长乐，欲解风霜，为雍亚于长秋，宫时多于内助。大概意思就是说，萧贵妃仪态万千，经常陪着皇帝出行，而且对皇帝体贴入微，十分的贤良淑德。而且还说她的地位虽然仅次于皇后，但辅助功劳突出。这段话说明她在皇帝心目中地位十分的高。不过她为什么独葬于多伦还是一个谜，因为她丈夫辽圣宗葬于赤峰的永庆陵，离这里很远，她是独自葬在西陵郭勒盟的。这点貌似不太符合契丹皇族下葬的场景。经专家分析，这位萧贵妃本来是辽圣宗耶律隆绪的第一位皇后，后来可能是因为宫廷内的斗争犯了大错，才被降格为贵妃，而且被迫离开辽代政治领地，回到了自己家族的封地。在公元993年，年仅24岁因病去世。也有人认为，这位萧贵妃虽然姓萧，但可能没当过皇后，也不曾被废，一直就是贵妃。而那位废后也姓萧，来自不同的萧姓家族。皇帝很宠爱萧贵妃，对那位皇后不太感冒，所以会在墓志中都对萧贵妃大加褒扬，说她比皇后还强。而墓志上那段话不是盖棺定论式的客套，是真爱的体现。相关的思考和研究都还在继续。虽然搞清楚这位萧贵妃到底来自哪个家族，是哪位皇帝的贵妃，谜团依然存在。比如她的棺木中为何没有黄金面具和金丝网衣？她的尸骨为何消失不见？同时，在贵妃墓附近新发现编号为 M1 的墓葬已经开始挖掘。这座年代晚于贵妃墓的墓葬被盗严重，曾经多次被盗。从残留的随葬品来看，墓葬主人应该是大贵族。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走进墓室，墓室中棺床上停放棺椁的地方是一只木箱。打开木箱，出现在人们眼前的竟然是一匹马的骸骨，而且和贵妃墓一样，同样没有人骸。考古专家联想到墓葬年代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认为这个墓葬之所以如此奇特，有可能与墓葬主人参与政变获罪。虽然后来是按照贵族的标准埋葬的，但可能已经找不到尸骨，只有以主人的爱马入葬来替代。而没有墓志，可能就是有相关原因，不便再提。墓葬的发掘虽然没有给贵妃墓的谜团带来更多的解释，却使专家们意识到辽代时期多伦在辽代政治中心的关系可能不像想象的那么疏远。而 M1 的出现也意味着贵妃墓所在的地址可能是一个历代贵族们一直在使用的墓园。贵妃墓的年代是其中最早的，因为在贵妃墓葬方圆10公里范围内，考古专家们接下来还发现了2座墓葬，遗迹一处辽代的城址。城址的发现对于破解贵妃墓之谜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城地的出现，专家们开始重新审视多伦在当时文化和政治圈中的区位价值。因为这里交通便捷，属于滦河水域，很可能是滦河行宫的所在地。辽代皇帝并不固定居住在一地，专家认为贵妃可能长期住在滦河行宫，死后就在行宫的附近安葬。由此可见，当时这一带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偏僻。至于萧贵妃的棺椁中为什么没有黄金面具和金丝网衣，专家认为辽史圣宗本纪记载，统和10年春正月丁酉，进丧葬礼杀马，即藏甲胄，金银器玩。此诏令与辽宋当时正发生战争、经济困难的时局有关，而墓主人的下葬在诏令颁布的第2年，即统和11年，因此金银器使用减少也属正常。那么骸骨又如何解释呢？为什么宠物狗的骨头没有消失，萧贵妃的骸骨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以及她究竟犯了什么错？
从皇后被贬为贵妃，还有她为何年仅24岁就香消玉殒。直到目前，这些都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从出土的种种器物来看，我们只知道这位贵妃生前一定有着不一般的人生。而辽代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王朝，虽然存在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它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古老的希拉穆伦河和老哈河流域是契丹民族的发源地，他们不仅统一了北方的草原部落，还开启了与中原王朝长期的对峙与交流。萧贵妃墓葬的发现，从最初单一墓的发现，到现在演变为朝墓园和城址的发现推进，人们看到一个新的契丹族的历史文化圈已扩大到了滦河流域，而它的出现带来更多需要去破解和不断发现的谜。对于考古专家们来说，发掘、研究、更新观点、刷新认知永远都是进行时。多伦贵妃墓中的出土文物现在主要存放位于内蒙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博物院。博物院可以看到这金花银高翅镂花冠、金花银凤纹镂花高腰靴、包金龙纹玉带胯、银鎏金龙纹鞘玛瑙柄短刀、银链白玉组佩等诸多珍贵的物品，还有大量定窑白瓷、越窑青瓷等珍贵瓷器。此外，木质贵妃兰陵萧氏玄堂志铭也被蒙博物院收藏。这些华美的出土文物不仅带来考古学上的重大突破，也让人们得以窥见那个遥远而神秘大辽契丹人如何鲜活华美的在草原上，在中国北方的土地上写下传奇。萧贵妃墓葬中的未解之谜，也许在未来还会有新的解读和发现。好了，本期视频就讲完了，非常感谢能看到这里的观众。如果您对视频有疑问，欢迎在评论区互动，喜欢的观众也别忘了点赞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